难道你是当年的聂总？聂总，真是好笑啊！难道只有王氏生的孩子才能被国公府承认？怎么样，就是我这个聂总把你们耍得团团转，你的大禹朝也差一点被我颠覆了。唐国公猖狂地大笑，很快乐极生悲，又吐了好几口血。小福宝倒退了几步，把溅到鞋子上的血在稻草上擦了擦。颠覆我大禹朝，哼，真是好笑。唐国公轻笑出声，他现在知道他败在了哪里。大禹朝没有按照他的计划四分五裂，都是有小福宝这个变数，否则他的计划是万无一失的。楚成燕，要不是你重生，你以为你的废物儿子是我的对手吗？恐怕现在你们楚家王朝早就颠覆了。小福宝脸色臭臭的，想到京城那货在关键时候昏迷，也是气得牙痒痒。太子听到小福宝和唐国公的话，心中也是震惊不已。福宝弟弟真的是黄爷爷？太子的脑门子上都是汗，他过去也猜测过，但现在得到了认证，还是震惊不已。这太玄幻了，黄爷爷真的重新投胎活了过来。这个消息要不要告诉父皇呢？小福宝没有管太子的异样，而是在心中下了决定。唐国公这人太可恶了，必须要立即处死，才能解了他的心头之恨。这人也是诡计多端，多留一天都是个祸患。至于留在京城的唐家人，却是有些难办。不过国公府的老夫人王氏应该也是察觉到这人的异样，一直在暗中调查当年唐志宗的死因。唐志宗是你害死的吧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哼，你母亲那低贱的身份，你能活着都已经是我网开一面了。她不过是个无辜的弱女子，柳成纪犯事，与她何干？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对她？为什么？唐国公想到自己的生母在鲜卑部落遭遇的迫害，心里就一阵剧痛。他的母亲被鲜卑人抢走，最后被人糟蹋而死。年纪尚小的唐国公心里就种下了仇恨的种子。他要报仇，向大禹朝的所有人报仇。他要颠覆楚家的天下，来替母亲陪葬。他要除掉唐家的所有人，让他们下去陪他的母亲。柳成纪是前朝的老臣，不过他贪赃枉法，被刚登基的楚成燕给杀了。主犯被斩首，女眷则是被发配到北地。柳成纪犯事，柳湘君作为他的女儿，只不过是发配到了北地，有什么好冤枉的？小福宝觉得自己对柳家已经够仁慈了，不过他也是没想到，那时候还是世子的唐干会和柳湘君有了私情，而且还珠胎暗结，以至于酿成了这么大的祸患。唐国公看着小福宝，阴狠道：是啊，没什么好冤枉的，所以我也这么对待你的儿子。你不知道，他小小的一个小人喊我爹，我却是一口一口的毒药喂给他，我有多开心呐！你竟敢！我怎么不敢？唐之灵你不肯要他，就连管都不管。你不知道他活得有多痛苦，他发病的时候身体会有多疼，小小的身子痛苦的哭喊，一遍遍的喊我爹，喊我舅舅他。太医全都被我买通了，他们都不肯说出实情。你贵为天子又怎么样？还不是被我瞒得死死的啊！楚成燕，你不知道，每次他发病的时候，我有多解气。要不是留着那小子有用，你以为我会让他长大？你的儿子，堂堂大禹朝的皇子，成了一个药罐子，还是一个大草包，废物，你开不开心啊？就是你自己身上的血统也不纯了吧？你身上也有了鲜卑杂碎的血统。楚成燕，你想不到吧？该死的，他说对了，他身上确实有着鲜卑人的血统了。不过这又怎么样呢？最后还是他们老楚家赢了。
楚成燕，你也成了杂种。你娘的身份更是被人诟病啊！唐国公嘴里说着恶毒的话，就是想看小福宝气愤。唐国公想到自己早年在鲜卑部落像个奴隶一样的伺候那些人，心中就恨得不行。不过好在他有了机会，他认识了真的唐志忠。当见到两人相似的容貌，他就知道他的机会来了。男人都是需要留着胡须的，凭借这一点，他相信他可以以假乱真。只可惜大禹朝的气数没尽，上天也站在楚家这边，让楚成燕又活了过来，否则他的计划早就成功了。小福宝见到他的惨状，心里有些解气，还得是娘亲，一出手就让这家伙病得如此重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又重活了一次，上天是眷顾我们楚家的，眷顾我楚成燕，你怎么和天斗？太子在旁边也是听得云里雾里的，同时心中也是震撼不已。他现在才知道六皇叔曾经的日子过得那么苦。小福宝也不想浪费口舌了，真相已经不重要了。太子，请人过来送唐国公上路。上路？不押到长安审问吗？小福宝摇了摇头，避免夜长梦多，还是解决他最好。唐国公的心机太深了，也隐藏得太好了，就连他都被蒙在鼓里。这样的人就要立即解决，否则真的容易出现变故。幽州城距离长安城不近，这一路上的变故可太多了，未免夜长梦多。太子，我今日再教你一招，当断则断，千万不要学你老子优柔寡断。太子吃惊地看着小福宝。福宝弟弟。小福宝没有纠正这个称呼，虽然他在心里觉得自己是太子的爷爷，可是他这一世的身份就是太子的堂弟。况且他这一世并不想困在小小的皇宫里，重活一世，他要好好的看看他们楚家的大好河山，好好的陪在他娘亲身边，享受他的疼爱，还有好好对那个人，把曾经的亏欠也补给他。小福宝想到唐之灵曾经的遭遇，脸上闪现狠厉。林策，过来。主上，有什么吩咐？送他上路吧。是，主上。唐国公虽然早就想到自己的结局，可他心里还是有所期待的。他了解朝廷的办事流程，要经过大理寺和三司会审，这里面也不是没有操作空间。到时候他或许可以假死脱身，那时候未免没有卷土重来的机会。可是他碰上了楚成燕，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。没想到我会死在黑甲军的首领手里面。吝策抽出腰刀，用力地插入唐国公的胸口。多给他几刀，我要这人死得透透的。昏暗的监牢里又听到了扑哧扑哧几声，都是硬物插进肉里的声音。太子看到唐国公胸前的血窟窿，心里瑟缩一下。他小的时候有人说皇爷爷残暴，他从来都不相信。皇爷爷对他非常宠爱，是个和善的老人家。今日看到他小小的一个人这么冷静地面对死人，终于是相信了。主上，人已经死了。小福宝蹲下小身子，小胖手伸到唐国公的鼻息处，发现没有了呼吸，点了点头。明日带着唐国公的尸体给他那些部下看看，该吐露的消息都给我问出来。是，主上。吝策离开之后，小福宝和太子两人带着护卫往王府走去。小福宝处死了唐国公，心中的郁气少了不少，不过并没有完全抒发出来。太子，你给皇上写信，让陆明泽继续北上，把拓跋燕兰那女人和老可汗全都抓住。福宝弟。太子一时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小福宝。从前怎么叫就怎么叫，我现在的身份就是你的堂弟。其实您比我和父皇适合当皇上。皇上虽然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，但是当过一次的人就不想当第二次。太子心想，当皇上要是这么苦逼，那他将来还要不要继位啊？这一辈子我要自由自在的活着，大禹朝就是你们父子俩的责任啦。好。小福宝今日也算是和太子交心了，他当了一辈子的皇帝，真的对皇位没兴趣。皇位看似至高无上，但是要想当好一个皇帝没那么容易。他上辈子就不是个好皇帝，不过掌握人命的感觉还不错。
小福宝摇晃了一下小脑袋，把当皇上唯一的好处给摇晃出脑海。这辈子他不要继续在那个牢笼里了。太子，我的身份就是咱们2人的秘密，我不希望更多的人知道。是，福宝弟弟。翌日清晨，沈飞伸了个懒腰，他睁开眼就对上了2个小妞妞的视线。呀，娘的大闺女醒了呀！2个小妞妞咿咿呀呀地喊了出来。夫人，您醒了吗？沈飞很好奇，唐之灵不在房间里，门外又传来了女声，听这声音应该是个小丫鬟。沈飞推开房门，看到2个年轻的小姑娘。你们是王府的丫鬟？2个丫鬟摇头，然后又弯腰给沈飞行礼。奴婢思琪拜见夫人。奴婢思化拜见夫人。夫人，这2个小丫鬟都是咱们府中的了，以后就照顾您的日常起居。另外还有2名奶娘，帮您一直照顾2位小姐。也好，徐慧，你想的还真周到。夫人，奴才想要谋求一个职位。哦，是什么？奴才想当府中总管一职。沈飞对徐慧能主动找丫鬟伺候他已经很满意了，但是他对徐慧还不熟悉，并不太放心。我还不清楚你的实力，总管的职位还要再看看。徐慧这都多少年没有被人拒绝了。沈飞也看出了徐慧的惊讶，解释道：你过去的能力我也不清楚，我们家已经有了张管事和刘管事，他们2人都比你早来的。夫人，他们是男人，是院外的管事，而奴才是公公，可以在内院伺候的。我们负责的内容是不同的。沈飞想起来了，他过去看的电视剧好像那些太监还给妃子洗澡呢。沈飞想到这里，身子抖了抖。虽然这人是太监，在他看来也还是男人。内院的事情有嬷嬷就好，你一个大男人不适合，以后你就安心照顾小福宝就好。沈飞说完之后直接返回房中。徐慧有点发懵，侯夫人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不过夫人还真是特别，她已经好久都没有人把她当成男人看了。徐慧感觉受到了尊重，她就算是个太监也不想被人看低。虽然官职没有要到，但是徐慧还是安排起来。思化，你去给夫人洗漱打扮。思琪，你去请2位奶娘过来照顾小姐。是，徐总管。娘亲，你起来了吗？来，娘拔个萝卜。沈飞直接把手放在小福宝的脑袋上，小福宝上脚离地，小嘴儿发出咯咯的笑声。娘还来。太子走到院外，听到小福宝的笑声，又转身离开了。小福宝在皇婶面前就是真正的小孩子。太子想到小福宝昨天晚上说的话，莫名的松了一口气。如果福宝弟弟想当皇帝，那他和父皇应该都不是对手吧。太子悄悄地离开了，顺便回去再给皇上写一封折子。但是太子隐瞒了小福宝的身份，一来是他答应了小福宝，二来是他担心皇上对待小福宝的心变了。毕竟天家无父子，历代皇上为了皇位，父子相残的局面也不是没有。虽然太子相信皇上不会那么做，但他也不想冒险。这一世的福宝弟弟，他必须要守护。太子只写了唐国公是假的，并且已经被秘密处死的事。还有幽州城需要重建，还需要朝廷派新的幽州刺史前来。还有北地的地方官员也空出了好些位置。太子根据小福宝的建议给皇上提供好人选。太子也是发现他皇爷爷虽然沉迷修仙，但是对大禹朝的官员真是门儿清，不愧是当了50多年皇帝的人，这份能力和胆魄都不是才登基2年的父皇能比得上的。太子在房间中奋笔疾书地给皇上写信。小福宝和沈飞玩闹了一会儿，则是悄悄地来到沈飞身边。娘，我有好东西给你。哦，是什么？还这么神神秘秘的？是娘一定喜欢的，我这就带你去。你爹不知道一早干什么去了？那地方远不远？娘，不管他，咱们偷偷走，坐马车出去，还可以带着妹妹们。行，我先把你妹妹抱起来。沈飞已经是专业带娃的人了，所以抱起孩子也是轻车熟路。沈飞坐着马车，感觉越走越偏。仔仔，
咱们去的地方怎么好像是城外呢？娘，东西在城外，到时候你直接收进你的大房子里。沈飞知道小福宝说的是他的空间，但对小福宝说的东西更好奇了。小福宝没有关注外面的风景，他站着，小胖手把着箩筐，看着里面的小妞妞。花花，我是哥哥。花花没有反应，斜睨了一眼小福宝，什么话也没说。倒是小叶子小嘴里啊啊个不停，在回应着小福宝。小福宝看着小叶子的小脸，叹了一口气。小叶子，我是哥哥哟。小叶子好似听懂了一样，小嘴也咧开，露出了笑容。沈飞看到身边的3个宝宝，也是感觉不可思议。他才16岁，就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了。想到前世20岁了，就是连恋爱都没谈过，到了古代就已经是3个孩子的妈妈了。不过想到孩子长大之后，她依然可以貌美如花，心里又开心几分。马车晃晃悠悠的，沈飞觉得带着孩子出来也不错。如今是在幽州，要是回到长安城，郊外都已经绿草茵茵了。终于马车停了下来，徐慧在马车外面禀报道：夫人，咱们到了。徐慧，这个庄子是谁家的？娘亲，这以后就是你的庄子了。是吗？那我要好好的看看啦。沈飞跟着小福宝往里面走去，就看到在门口等候的黑甲军首领令策。沈飞看到他鼓鼓的手臂，也是感慨，这都比小孩的腰都粗了。主上，东西都在里面。幽州王没发现吧？没有，王爷还没有察觉。那就好，把尾巴扫干净，就让他以为是唐国公端了他的银子。是，主上。让你们留下的银子留了吧。是。那就好，用那些银子把队伍好好的武装起来。我希望黑甲军恢复曾经的荣光。是，主上。好了，你派人守在这里，谁都不准打扰。令策点头，黑塔一样的身躯直接是在外面防守。沈飞吃惊地看到小福宝条理清晰的吩咐，而且那男人还这么听话。沈飞第一次觉得他的儿子不同寻常，不仅仅是早会那么简单了。娘亲，咱们进去吧。好，进去。沈飞有一肚子的疑问想问，但知道现在不是时候。娘俩手牵手的走进库房，沈飞本来以为这里是粮仓，谁知道这里都是木箱子。沈飞是见过官府装银子的木箱子的，他瞳孔瞪大，一脸的不可思议。仔仔，这里该不会都是银子吧？这都是我给娘亲的礼物。我的乖儿子，这钱也太多了吧！沈飞把背筐放在地上，然后快步地走到箱子面前。打开之后，发现箱子里不仅有银子，竟然还有黄金。我的乖乖，这是金子！娘亲，这些礼物你喜欢吗？仔仔，这钱该不会是你偷的吧？小福宝急忙摇头，这钱可都是他的钱，他只不过是拿过来罢了。老四这小子在他在位期间可是私底下揽了不少钱，他只不过是没有计较罢了。不过现在不能放任了，封地的这几个王爷都不能夹带私货了，要不然京城的皇帝压制不住，对大禹朝可不利。不过这些情况都不能和娘亲说。不是偷的，是皇上赏赐给咱们家的。你这次帮助皇上抓住了唐国公，兵不血刃地解决了叛乱，皇上赏赐点银子也无可厚非的。沈飞狐疑地看着小福宝，这崽子是不是在骗他？那你和那个大块头说什么王爷的是怎么回事？这钱该不会是幽州王的吧？不是的，这钱都是他贪的不义之财，被皇上没收了，皇上赏给了娘亲。小福宝说的都急了，就怕沈飞不要。沈飞也没那么高尚，既然是儿子千辛万苦给他的，他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好，那这钱就收了，以后给你娶媳妇儿用。小福宝满脸黑线，他对女人已经没兴趣了，这辈子成不成亲都是未知数。娘亲，你快把钱收起来，放到你的房子里。好，我这就放进去。于是沈飞大手一挥，库房中的大箱子直接被沈飞放到了空间。仔仔，咱们一起进去看看。好呀，好呀。沈飞又看了一眼2个小妞妞，发现他们已经睡着了，才带着小福宝进了空间。
沈飞收上来的箱子占了小半个操场，他也是在心中咂舌，幽州王也太贪了，竟然搜刮了这么多民脂民膏。沈飞在围着箱子转悠，时不时地数着黄金有几箱子。小福宝则是在实验室里乱窜，他小人不大，但是实验室里有梯子，所以再高的地方也是能够到的。沈飞的实验室有不少有害的物质，小福宝不敢乱看，所以方诺师兄的实验室就被小福宝重点关注了。他看着那一排的书架，随意地拿出了2本书，打开之后里面掉下来一个花花绿绿的东西。他打开之后发现和鱼图很像，上面都是简体字，所以看起来的时候他也是连蒙带猜的。不过这些字和他娘亲教他的那些缺胳膊断腿的字非常相像。小福宝把世界地图收起来之后，又看到了花花绿绿的图册，书的封皮上写着帝都古建筑地图。小福宝打开之后看到里面的图画，也是惊讶地张大嘴巴。他的一只小手拿着世界地图，另一只小手把书籍抱在怀里，哒哒地跑了出去。